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由 NE555组成的频率占空比可调模块。这个电路呢，我们用了2个电位器和2个二极管。相比于一般的电路呢，它是可调的。另外呢，占空比和频率都可以调。那么我们看一下 NE555的组成，它的一角是接地，二角是低电压触发端。低于1/3电源电压值，三角输出高电位，三角是输出端，四角是复位端。当接低电位时有效，接高电位时，这个引角就相当于没有用。五角是控制电压端，在不用这个引角的时候，外接0.1微法的小电容。六角是高电位触发端，当这个引角高于2/3电源电压值时，三角输出低电位，并且七角内部放电管向内部放电。七角就是内部放电管引角，八角是供电端，它的供电电压可以在3.3伏到40伏左右。它的封装有这种贴片的，也有这种塑封直插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图，这个图呢，供电是5伏，当然12伏也是可以的。一角是接地，二角、六角接在一起，三角是输出端，四角和八角接在一起，那么四角是没有用。五角外接0.1微法的小电容，也就是相当于没有用。七角外接电位器和二极管，六角外接的是二极管、电位器和电阻。这个 1K 电阻呢，主要是防止当电位器为0的时候，芯片供电的电流过大，所以说加了一个 1K 的电位器。这个电路的振荡频率呢，可以在14千赫，然后呢到以下调节，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100K 的电位器。当我们这个电路放电慢的时候，它的频率同样是要降低的，所以说是低于144赫兹的。那么我们看调频率，首先我们主要调频率呢靠这个电位器。当这个电阻大的时候，下边是1纳法的电容。那么这个呢，实际上是按照100纳法的电容设计的。如果是1纳法呢，它的输出频率是14千赫到1.4兆赫兹。所以说，如果是100纳法，它是14千赫到144赫兹。那么这个电阻如果增大呢，那么很显然它的频率呢会降低，因为它的充电速度变慢了。那么如果它的阻值变小呢，那么由于充电变快了，所以它的频率会升高，也就是升高到14千赫。那么同样，我们这个电容上的电如果放电快了，那么很显然它的输出占空比就会增宽，因为三角输出的是方波，上电瞬间5伏电压通过 1K 电阻，通过这个电位器，通过这个二极管给这个电容充电。那么很显然，开始的时候这个电容电压是低的，也就是低于1/3电源电压值的。那么二角受触发，三角输出高电位。那么随着它充电的继续，这个电容上的电压高于2/3电源电压值，那么六角就受触发，三角输出低电位。同时七角内部放电管向地放电。那么这个电容上的电压通过二极管，通过这个电位器，通过七角，然后入地，使电容上的电压渐渐降低。那么当这个电容上的电压降低到1/3电源电压值时，二角又受触发，三角输出高电位。那么很显然，如果这端放电越快，那么它输出的占空比呢就会越宽。如果这个电容上的电放电慢呢，那么由于六角受触发时间长，所以它输出的占空比呢就会变窄。所以调节这个电位器的大小呢，除了能够改变频率之外呢，它还能够改变占空比。调节这个电位器呢，就能够改变频率。如果我们需要一定的频率和一定的占空比呢，我们就可以2个电位器配合的调节。如果我们需要输出占空比不同，那么我们只要调节这个电位器，频率的高低呢一般不会影响占空比，也就是电位器值最小的时候，那么它输出的占空比是最宽的。当我们这个电位器达到100K 的时候，那么它输出的占空比是最窄的，当然频率呢也会相应的降低。总之，调节这2个电位器的大小，配合着调节，就能够得到我们所需的占空比以及频率。
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